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一个雨过天晴的好天，昨天是下了一天的雨，感觉这个岸边啊，海水都变低了为止。今天的海浪太大了啊！两个人要在这么大的海浪上去玩。这个雕像放在这里其实很好的。因为不同的光照上去，你从不同的角度上看，你看到的景象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很有哲理啊。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天气很棒哦，有一种雨后天晴的感觉。对，天气也没有那么热了。感觉秋天已经要来了。今天我们聊点什么？今天我们聊一下，就是关于最近全球右转的一种趋势，还有就是回答一些网友一些移民关心的问题。好吧。好的。那个这两天呢，就是日本的右翼啊，也是感觉要上台了啊。是已经上台了吗？还是要上台了？我感觉是要上台了啊，要上台了，因为其实我之前的视频，我一直说，我说那个美国由那个川普政府就是他引导了嘛，他领先了，那么这个全球的跟他的是盟友也好，或者说跟他是这个合作伙伴也好啊，基本上都会跟着他一起去右转的，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这个就是不得不去做选择的一个问题，所以日本的右转也是不可避免的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日本右转的它的一些声音啊。那么右翼的一些民粹主义者呢，他是强调日本人身份的，就是以日本人优先嘛，对吧？对。所以我们认为日本必须利用日本自身的能力。他们有一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党参政党的创始人叫神谷忠弼在7月初表示呢，他说日本的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1.2亿下降到8000万就日本人口其实已经是在一个大幅度的下降，1.2亿下降到8000万的话，那要少掉4000万，差不多要接近30%了，对吧？对。这仍然和德国的人口一样多届时呢，仍有足够的日本人来维持日本的运转，因为之前左翼或者说全球化经济的时候，大家接受新的移民或者什么，很大的一些说法就是社会老龄化了，然后养老金不够了，这个没有人口，社会运转不了了，对吧？那这个左翼的这个党首，右翼的党首他就说，就算我们跌到8000万，我们还跟德国一样有人口。那其实，那跌到5000万，还跟有5000万的国家，跟西班牙一样，对不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没有那么严密的逻辑啊。这个政治家呢，他之前呢在日本的自卫队呢服役超过10年48岁，比我大个6、7岁他说日本绝不能依赖引进外国劳动力他说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在特定时间内接收合格的外国劳动力，前提呢是他们无意在日本永久居住，并且合约期满以后呢会离开这个国家。就他就说你不要留在日本，对吧？你来打工是可以的来劳动是可以的，赚点钱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长居在日本。那长居在日本就是他都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你别说入国籍了，对吧？对。所以日本的入国籍估计也可能会转变，之前是5年嘛，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反正他的支持的呢，就是那种像日本有一个叫什么劳务合同那种
那个叫什么研修是吧？还是劳务合同？研修生啊，对对对，反正就是这种意思，说是固定打工的，对吧？但现在这个好几个国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发展，啊，就是说最多签一个打工的这种协议啊，就是这样。西班牙也有的呀。西班牙也有的是吧？对。就待完以后你要回去。那么同为右翼的啊，一个日本的保守党叫 CPJ 啊，那么众议院的一个议员，他叫岛田洋子啊，他认同参政党的许多的立场啊，并表示他的担忧之一呢是外国人在日本购置土地和房产。他声称啊，他说有钱的中国人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在东京和全国其他地方购买土地和公寓，这令人担忧啊。为什么令人担忧？反正就是他不支持你更多的人融入进来，一般往往就是从人口啊、种族啊、土地啊，对吧？你像之前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右翼的，他不是也说什么我们以后全会变成不纯粹的西班牙了，就西班牙本国人口可能就更少了，对吧？是的。啊，他就是这个就是从种族从这个人种上来说这个问题，或者文化上是吧？那他这个就是等于是从一个住房上啊。然后他说，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不可能致富的啊。他说日本首都的住房难以负担而闻名啊，就是说他意思说这个东京的住房是很贵的，对吧？就你在中国，你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支持啊，他说你这个是不可能买得起的。他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政治化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像我们上海有很多人，他就去日本。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对吧？把房子一卖或者把房子一租，因为日本前几年的那个时候，就算在东京买一个公寓，再加上前几年的汇率特别低，特别好，是吧？那个时候就日元不值钱啊，去买很便宜的，100万、200万，你可以买一个还可以的这种居住的，对吧？尽管不是日本市中心，就是东京的，但也是就郊区嘛，对吧？他说，中国政府正在有意的殖民日本，这是一种安全威胁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首先是一个日本的，对吧？它的一个右翼化。韩国现在李在明上台，李在明是个左翼的。李在明之前那个人叫啥？就是他反正是个右翼的，他原来是个律师嘛，就下台了。啊，这个人他就时运不好了，因为有可能他在熬几个月，熬到现在这个时间，他就可以了，他就得势了，你知道吧？啊，关键问题是什么？他转右的时候太快了，就他转右的时候是在拜登的时代，他就开始，就韩国这边他就上台了。那叫什么尹什么？叫什么尹什么东西？文在寅吗？不是，文在寅是在之前了。啊，在之前了，那个叫尹什么？反正他老婆不是像一个，对，叫尹什么我也记得。他老婆像一个那个叫什么？像一个网红一样的嘛。啊，对。搞玻尿酸什么？就说这个人就是他的时运不好。他如果熬到就是川普上台，尹锡悦。对，他要尹锡悦，对，就他如果熬到川普上台，他在现在这个时间，他如果上来，他就得势了啊，他就得势了，那他未来就比较好。他正好呢，就是在拜登那个时间，啊，然后川普上来呢，就是川普一上来那时候搞那个，就是一上来他又是搞各种什么退出什么，或者说要加关税啊，或者反正一系列的动作嘛，就搞得也是很不安宁啊，所以就是韩国那边名义上就不支持他，但是未来也说不准啊，因为韩国的这个情况也说不准，也有可能韩国又有一个什么右翼的势力又上台了，这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事情也很搞笑啊，是说他说美国在关税谈判中要求马来西亚
取消对华人种族的歧视啊。马来西亚表示宁可高关税啊，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吧？就马来西亚对华人种族有一种歧视啊。那么美国呢，他在这个关税谈判呢，他希望什么呢？他意思说啊，他说，你可以在法律里面啊，就取消掉这个歧视法律，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是唯一一个把种族歧视条款写到宪法和法律的国家啊。这么奇葩吗？啊，对，这个之前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就我只知道就是说，马来西亚他们好像本国人就是他们不是华人的有马来人，好像是有一种就是优先的条件啊，但我不知道就是华人是有一些限制的啊。他说，华人自己的华校啊，就华人学校被打压，入读大学呢只有极少的配额啊，就华人自己要读这个大学就机会很少。华人的公司要上市呢，需要有偿把股权给马来人，就是你全是华人的公司股份的不能上市，你必须要有马来股东。对，马来人。对。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呢，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呢是不能由华人担任的啊。政府总理必须是马来人，并且呢，各个部长及国会议员中，马来人要占2/3啊，就已经是大数了嘛。公务员中，马来人比例要达到3/4，就只有1/4可能是其他族群啊。不好意思打断啊，因为我老婆她要去陪小孩，我们是一天完全陪小孩玩，一天呢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去录个视频啊。但是小孩他如果不高兴了，我们还是以陪他玩为主的啊，因为他在这个年龄阶段还是就非常小嘛，对吗？就你也不忍心啊去违背他的想法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小孩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小的年龄，这个对他未来成长他的心态啊，或者说他的各方面啊都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现在就再回来啊，就我自己把这个视频给录完。那么马来西亚呢，它法律规定呢，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呢，它是不能由华人担任的啊。政府总理呢必须是马来人，同时呢，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中的马来人呢要占到2/3，公务员中呢这个马来人的比例呢要达到3/4。华人面临考公难啊，就即便你是进入到了这个公务员的系统呢，也很难得到提拔，尤其是达到这个高层啊。经济方面呢，1969年呢，马来西亚呢，它就实施了一个经济的政策。宪法153条规定啊，马来人及土著民族呢，享有特殊地位。政府通过股权配额、政府合同倾斜啊，政府合同倾斜其实就是政府的项目，对吧？就会支持。那么扶植呢，马来人掌握经济命脉，逐渐剥夺华人的财富啊。那么自上个世纪70年代政策实施以来呢，华人经济地位就削弱了，财富占比就降低了啊，基本也就没有什么高收入了，对吧？教育方面也是的啊，教育方面，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呢，实施种族配额制啊，就不是按照成绩的，是按照种族的。华人只有比较少的配额，奖学金的发放呢，也和种族配额呢是捆绑的啊，就90%的奖学金只发给马来人。大学啊，什么医科啊、工程啊、法律，反正好的这种专业，对吧？就目前的这种收入还是比较高的专业，一般呢都是给马来人的啊。就你是华人，就算你成绩再好，你也不能够就是学这个专业啊。另外呢，就是在1961年的教育法令里面呢，他们也就是让这个中文的教育啊，就逐渐的变少
目前呢，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呢，它的比例呢，它从建国初的45%呢，已经到现在啊，就下降了20%了啊，就只有20%了，就少掉25%。所以嘛，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宁可啊马来西亚这个政府它在关税多付给美国一点，对吧？啊，但是它的这些对华人的这种法案什么啊，它不会去改变。当然了，这个可能就是出于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个特殊的一种情况吧，是吧？因为具体什么情况，我觉得除非他们本国人啊，其他人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曾经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啊，他应该也是家里面条件不错的，他是在英国的伦敦理工大学啊去读书的。但是呢，他最后呢，他也是到中国去创业啊，尽管他的创业之路也是很坎坷，在上海啊。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就可能啊，就是华人啊，也不一定在很多地方就是能够就是有机会的，对吧？因为像这个它就已经限制你的机会了。那么这两天呢，在地缘政治方面呢，泰国和柬埔寨啊又打起来了。这一次呢，泰国是出动了F-16战斗机的啊，美国的F-16战斗机，并且呢，就是有这个部队的啊，就不是说边境上两个人在那边起冲突了，对吧？就感觉好像要事态要扩大化了。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呢，一个经济上的问题啊，就全球的经济肯定是面临着不好啊，甚至呢就会接下来会更糟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管好手里的钱啊。像我们就是之前一个贸然的决定啊，我觉得就是在这几年啊，我们最少损失了5倍的，就是钱啊，就不管从什么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后面可以以后细细再讲啊，就反正损失了5倍有的。那么像现在也是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经济会越来越糟糕，都很困难呢。首先呢，就是全球的啊，这个各个国家的政府啊，它肯定会向右转的。这个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带领之下啊，就很少有国家能够避免啊，因为你这个在经济上、军事上或者什么上面你要依赖，对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川普他收关税啊，他收关税其实有一点呢，就是美国自身他觉得经济，比如说就觉得不好，对吧？那么他向各个国家去收关税，这个他收的现在这个关税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最快的啊，把就是别的国家的，就是这个分他一点钱，其实就这个意思啊，就最快的，就也不要通过别的什么搞一些别的什么手段了，反正就是这个谈好就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能够避免的国家呢，也是几乎是没有的，不可能啊，因为大家都要向美国去输出，它是全球第一个最大的经济体，对吧？也是就是全球最大的买方就是美国啊，它有最有购买力的市场，对吧？所以说不太可能去避开。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本身就在全球经济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下面，那么还要给美国输点血，对吧？那其他国家就更难了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就会有2种声音，对吧？就一种就是啊，所有的国家的沉寂已久的啊，在之前都是在野党的这种右派开始肯定要站起来了啊，因为机会来了嘛，对吧？啊，右派也是很坚持的啊，坚持了那么多年，也有几十年了嘛，对吧？反正就肯定要站起来他们啊，所以他们内部，对吧？就各个国家的内部就会有这种博弈啊，包括你像其实在日本现在看到的，对吧？或者说西班牙也有，对吧？西班牙像现在的桑切斯政府应该说还是左派的政府
啊，但是一直右派对吧，在移民问题啊，在经济问题啊，这个钱的问题啊，在这个贪污的问题啊，对吧？反正就各式各样的啊，就来了。像西班牙现在啊，川普提出的，比如说北约，大家要把军费高到5%，那么现在的这个桑切斯政府他是不同意的啊。当然，我觉得他一部分他感觉到就是西班牙内在的经济的问题，对吧？就再提高到5%，啊，可能就很难了。像现在的数据啊，就这个月的数据，就今年西班牙已经有30%的人，他没有多余的钱来承担就1个星期的假期啊，就是在国内，因为他们每年西班牙它夏天都要放假的嘛。其实我们这边也是的，我觉得今年我觉得我们这边比去年冷清，就是旺季。我们现在已经属于一个度假的旺季了啊，今年比去年要冷清，然后去年比前年要冷清啊，就是这个旅游感觉啊。那么所以他就反对啊，包括在那个以色列的问题上啊，这个西班牙的议员啊也提出什么反对啊，反正骂得还挺难听的啊。Presidenta, señora Kallas, Israel y Estados Unidos son la mayor amenaza para la humanidad en este momento y ustedes están alimentando al monstruo. Israel ataca ilegalmente a Irán mientras continúa su exterminio del pueblo palestino. ¿Y qué hacen ustedes? Ursula von der Leyen apoya a Israel diciendo que tienen derecho a defenderse cuando son el agresor, señora Kallas. El canciller alemán da las gracias a Israel, cito literal, por hacer el trabajo sucio por todos nosotros. Esos son los valores europeos. Qué repugnante y qué vergüenza, señora Kallas. Ustedes dicen que el peligro son las armas nucleares de Irán. Suena lo que decían de Irak. Pero es Israel quien tiene armas nucleares. Es Estados Unidos el único país del mundo que se ha atrevido a lanzar una bomba nuclear. Deje de arrodillar a Europa ante Trump y Netanyahu, que nos están llevando a la tercera guerra mundial. Si quiere... 但是右翼的呢，他们就支持啊，他们就觉得啊，我们要立刻把军费提高到5%，并且要开始对移民进行就是限制啊。那么右翼当中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像 PP 党，对吧？就没有那么的极右的啊，他们呢就觉得移民开始就是要把它这种非法移民转换成合法移民的啊，开始就要限制了。然后呢，也不会再这么接受移民的，对吧？但是现有的移民啊，可能就会继续保留啊。像这种极右翼的啊，像 VX 党呢，他们像极右翼的政党呢，他们通通要给你赶走，对吧？好吧，那个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聊到这里啊。其实我才聊了一个开头啊，就今天的内容才聊了一个开头，接下来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啊，关系到大家的未来的方向和钱财的问题，好吧？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啊，谢谢。